谁的心中没梦想？谁愿你不停受伤？悲伤阳光，人生的际遇虽然不一样，我们的快乐和悲伤不同，就这样。我相信漫长的黑暗终究会变亮，就算没有宽阔的肩膀，成为我的护航，带你的天使挥着翅膀，有微笑承担，不畏惧的散发光芒，勇敢飞翔。我是为了留住她，才故意怀孕的。你说什么？故意怀孕？爸，你醒了？你头会痛吗？身体怎么样？哪里？这里是医院。你昨天晕倒了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你不要想这么多，好好休息。松，妈，爸，你中风了。医生说你左边会瘫痪，需要做复健才会慢慢康复。别了，爸，医生。爸，你不要这样，爸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情况会恶化的，不要这样激动。医生，爸，我求求你，医生，爸，你不要这样，爸，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你不要这样。先生，请冷静，别乱动。先生，放开，医生，没事的。医生。你爸的身体一向很健康的啊，为什么突然间变成这样？他中风了，他的身体一向来都很不错的，没有什么病痛，也很少看医生，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你不用担心，听说中风的人只要去做复健，就可以慢慢的康复的。现在医疗很发达的，他很快就好起来。那他看医生做治疗也需要一大笔医药费吧？应付得来吗？幸好大部分有津贴，暂时应该没有问题吧。打起精神，小希和你爸需要你照顾的，你还有美容生意要打理呢。美容我就帮不了你，你把小希交给我吧。我们可以帮你，你专心照顾你爸爸。谢谢你们啊，还好有你们。我们是邻居，又是好朋友，当然要守望相助了。你放心，有我们在。是啊，你不是孤军作战，我们是你的靠山。我得回公司，今天要点货，所以要找你回去。那你去忙吧。没事啊，加油，走啦。哎，Queenie，你不是说今天有新货到吗？要我们早点上班来点货。我在店了，你们还没到啊？我忘记通知 Rika 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你自己处理吧，货都已经送来了，放在店里，你看到了吧？检查一下，整理进储藏室吧。我一个人做吗？还有3个小时就要开店，开店之前要全部处理好，不能让店里乱七八糟。3个小时我一个人？
不好意思啊，亏你忘了通知我今天要点货，我住得很远，赶不及过来，让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，都快搬完了。哇，你说起来真快哎！不快怎么行？11点就要开门了。不如其他的让我来帮你吧。11点准时开店，你整理一下架子上的鞋子，满意吗？哦。你怎么还慢吞吞的？是不是有顾客进来看你没有穿鞋子啊？你是不是要砸 Bruno A 的招牌？把车拿进去。哦。麻烦进来了。终于大早就来了。Mrs. 刘，欢迎光临。今天这么早就来啦？我是特地来支持我朋友的。哦 ，Mandy，快点过来招呼啊！你干嘛还站在这里？我是新人，经验不足，我怕得罪客人。小小的员工还要挑顾客，如果不想做，大门在那里。你们讨论好了没有啊？ Hi Sharon。哦，你好 ，Mrs. 梁。Mandy， 我一听说你在这里上班，我就特地来这里捧场。谢谢你。我们是好朋友嘛，以前常常一起来这里买鞋子，才过不久，你从买鞋子到卖鞋子。 现在还要来伺候我，我要跟你说谢谢才对呢。那请问你喜欢什么款式的鞋子 You have good taste in shoes, and you are professional. 你应该懂我的 style。我今天来是帮你冲业绩的，你介绍我什么，我全都买。刚好今天我们进了一批新货。 请你过来这边看看。哦，我打了整天的golf，脚好酸哦。你拿过来给我试吧。请你等一等。麻烦你啦。 要生活之前，至少要能生存吧。你连那个姓叶的羞辱都能够忍受，还有什么事情你做不到啊？我的脚好酸啊！我帮你。I don't like it。 换你算吧 ，Next。是另外一边吧。I'm sorry， 你没事吧？没关系。 双我都不喜欢，试到累死我了。都不喜欢吗？我是想支持你的，但是这些鞋子 ，you know， 累死我了。没关系，我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应该节制一点的，还是不要乱花钱的。什么非常时期啊？ 在投资的房地产公司，最近好几个投资项目都不顺利，资金周转不灵啊！你别乱说话，没这回事。我知道是因为一些国外的政策，导致很多国外房地产公司倒闭，他投资的钱拿不回来，公司也受到波及。我老公的公司好得很。我们是好朋友，你不要装了。只是这几双鞋子，以你的性格，怎么会犹豫这么久，还是下不了手呢？ Fine， 我证明给你看。
刚才我试的鞋子，我全都要了。谢谢你了 ，Mrs. Leong。偷懒不工作，奎妮，不要以为刚刚卖了10多双鞋子就得意忘形不做工。我没有，我才刚刚。刚才你的表现很不错，我看得出 Mrs. Leong 是故意来找你麻烦的。他那样刁难你，我还以为你会对他发火，没想到你竟然能够忍得住，还反过来将他一军。顾客和销售员本来打就是心理战，我只是尽本分而已。不过，你怎么这么清楚她老公的资金出了状况？这种公司机密，外人是很难知道的。我之前呢在保险公司上班，是无意间发现的。Mandy， 这是顾客申请的推保文件，你更新一下系统资料。Jack Liu、Sharon Liu， 地址都一样。后来新闻报道啊，一些国外房地产公司受责倒闭，她老公是经营房地产的，我想应该会受到影响。我把这2件事情连在一起，没想到就被让我猜中了。Mrs. Leong 一向骄傲自大，不可一世，今天被你这么一挫，真是大快人心。你这么讨厌她 ？Complain Queen 谁不讨厌啊？这么多顾客当中，她是最挑剔又最爱 complain 的。你小心哦。说不定过2天你会收到他寄给 HQ 的 complaint letter， 到时 HQ 可能会请你上去喝茶聊天。他本来就是冲着我来的，他这么爱面子，用激将法呢是最有效的。你也是富太太，果然知道对症下药。我已经不是富太太了。跟你开玩笑的。哦，你的手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啦。哦。这药很好用，你拿去擦吧。啊，谢谢你。我先出去了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我不可以收这些钱的。这些都是读者们的心意，他们看了报道后都很同情你，还拜托我把钱交给你。你女儿不孝，你千万不要难过。这个世界还是充满温情的。谢谢，谢谢你。你别再想那个不孝女了，你要好好养病，好好的过日子，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们。Uncle， 你要加油啊！谢谢。谢谢。安哥，你好。你是？我是你女儿的朋友，阿娇的朋友。阿娇叫你来找我，她原谅我，肯见我了。我是想请你跟我一起回去，让你和你女儿坐下来好好谈。就知道她不会这么容易原谅我的。好吧。要谈，就来谈。那我走吧。现在，不行啊，不好意思。你不是想尽快跟你女儿和解吗？想啊，当然想。不过我今天约了朋友，改天再安排啊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你现在牵手，我还有事情要做了。我现在出门半个小时就到了，当然有了。什么没有钱？我刚收到大把钱啊！今天呢，一定要大杀四方。嘿嘿嘿嘿，等我啊！哎。喂。
贵德，出来吃点东西吧。狗啊，你说的黄色的那件衣服我找不到哎，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你还有什么文件啊？什么颜色的？没有关系啊，我全部拿给你吧。好。OK， 全部拿好了，你发地址给我，我现在拿过去给你。OK， 等一下见，拜拜。姐要的东西都在里面。好，会交给他的。姐还好吗？她还在生你的气，连我打电话给她都不接。狗就是叫我帮忙把衣服拿去酒店而已。那，你帮我跟她说，不要再生你的气，快点回来。你很担心她，我们也很想念她。这么肉麻的话，你直接跟他讲吧。我走了。妈，你来啦，安迪。桂强呢？他临时接了个广告。贵德，你先回去。安迪，这是我的。这杯咖啡是我点的。一个人喝2杯。这杯咖啡根本就不适合你，你明明喜欢的就是那种很贵的咖啡，你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么普通的咖啡屋呢？我发现我喜欢上了咖啡屋。我们家桂强忠厚老实，他是很纯情的，你不要玩他。我喜欢桂强，就是因为他简单老实，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我爱他，他也爱我。对我来说，他是独一无二的。抢来抢去，受伤的只会是桂强。我愿意为了桂强，牺牲最贵的咖啡。你舍得吗？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我是认真的。不管是谁，都拆不散我跟桂强。你要得到他，就得先过我这一关。什么女孩子啊，没礼貌，没大没小。满地屎，还以为自己很有水平，很会教，简直就是没家教，教出什么好女儿？什么味道？唐贵勇，你在打仗吗？把我的厨房弄成这个样子！我在做更多的练习，要去打仗了。你应该在房间读书，打什么仗啊？养田库比赛啊，下个星期就要开始了。谁让你去参加比赛的？我不是已经把你的参赛表格撕掉了吗？是爸答应的，他还帮我签名，让我去参加比赛。唐永年，哦，你竟然敢扯我后腿啊！哎呦，干嘛？你害我吃到手了。你怎么可以答应让弟弟去参加烹饪比赛呢？原来是这个啊！我明明已经撕掉他的参赛表格了，你还去帮他签名？他求我求了很久，难得儿子这么有心，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，我们应该鼓励他，不是打击他。他学校的成绩到现在还是烂到不行啊，读书都没有时间了，你还让他分心去参加什么比赛 ？PSLE 如果考不好的话，他前途就完蛋了。可是如果他的心一直想着比赛，更不能定下心来读书啊。如果没有心，就算你24小时盯住他，他也读不进脑的。好啊，你让他去参加比赛，你有什么对策？我已经跟他谈好条件了，他答应我 ，PSLE 会尽力考到220分以上。如果失败，就罚他3年不准进厨房。考试已经快到了，即使他现在开始用功努力，也不一定能够赶得上进度。读书呢是看有没有心，不是读得多就会好。比赛就在下个星期，他也答应我会安排好时间，
准备比赛的同时呢，也会把书读好。所以我们应该先让他做他喜欢做的事，他才会听我们的啊。是吗？当然啦，要相信孩子。老婆啊，你记不记得孩子们小时候，我常常带他们去放风筝？记得，每个星期一到周末啊，那3个就吵着要你带他们去。不要换话题啊，弟弟的事还没讲完呢。我是想说，教育孩子呢，就像放风筝一样，我们做父母的就要把线拉好，风筝才不会乱飞。对啊，我们现在不就是在拉线吗？可是拉得太紧，线断掉，风筝也会乱飞呀。所以当风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把线松一松，这样风筝才能够高兴开心的在空中自由翱翔啊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一直把线扯得很紧，风筝又拼命想飞，那线只会越扯越紧，最后呢就会啪断掉。要是放得太松的话，它会乱飞。要是飞去撞到飞机，还是撞到鸟，那怎么办？要不然就是卡在树上，那不是更糟吗？你看你，老是爱往坏的方面想。放轻松，一切交给我就好了。你你忘了？我们说好，我主内，你主外。弟弟的事呢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放轻松，一步一步来。对嘛，就是这样，放轻松。你干嘛？我有说让你动我吗？你不要一步一步得寸进尺。陶贵勇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偷听啊！把厨房弄干净，马上去做功课。哲林很在乎你，他是希望你能和你父亲和解，大家就不会说你是不孝女。宝贝，已经很多天了，妈咪真的很担心你，快点回家吧。Mandy，Queenie 要你马上出去，她很生气。你做错什么？你出去再说吧。Mandy， 恭喜你 ，Queenie 已经决定你可以正式在店面 serve customer 了。真的吗？你昨天帮 Mrs. Leong 介绍产品，又专业又有耐心，你决定可以的。谢谢你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你看了肯定更开心。我是刘明发，之前因为我急着找我女儿，所以跟记者说了一些事，结果呢，网上就流传了一些视频，造成大家对我女儿的误解。我在此特别声明，我女儿她并不是一个不孝女。当我老婆病重的时候，我还把她的医药费拿去赌掉，害她病死。所以我女儿因此而生我的气，错的是我根本就没脸见她。这个视频早上就开始在网上疯传，我也是刚刚才看到的。很多网友留言，大家都说误会了你，为你打抱不平。对不起啊，之前误会了你。我帮你买的鸭饭 ，OK 吗？发生什么事啊？突然约我出来吃午餐。你去找刘明发对吗？那个网络视频是你的杰作吧？你都看到了？我就奇怪，那个人怎么可能承认自己做过那些事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那个人怎么可能自己招认？他出来跟大家道歉。对付坏蛋这种人，就要找到他的致命伤。你来一个必须不是好。
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那你呢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少管我了。喂你，所以你拍了他赌博的视频，威胁他，要他承认错误。他也担心我明知道他拿了捐款去赌，也不会放过他。利用别人同情心，真的是死性不改。我看他说他得的肝病也是假的，扮可怜博同情。他有把柄在你手上，应该不会再来缠着你了。谢谢你了，看来我这一餐真是请对了。你说，决定看到这个视频会不会原谅我？喂，冬雨，我得去医院看我爸，已经带佳琪去曼迪家了。谢妮说她会陪着他。好，我下班后马上就回去，谢谢。什么事啊？世新说他要去医院看uncle，让依琳帮忙照顾佳琪。我还是不放心，我看我还是请假，早点回去照顾佳琪吧。你才刚上班不久就请假，不太好吧？可是依琳眼睛受伤，要她去照顾佳琪，不太好吧？没事的。早上我出门的时候，依琳跟我说，佳琪其实可以留在家里，反正她在家，她可以一边温习功课，一边照顾她的。那吃饭他们怎么办？现在的小孩子手机里有很多 food delivery 的 app， 只要按一按，食物就会送上门的。你就让他试试吧。谢谢你们了。我们再这样谢来谢去啊，食物都冷了，吃吧。昂哥，尿急啊？叫护士吧。不用，你管。啊，生病还要面子，护士不会看你的啦，我帮你吧。不用。小心 ，uncle， 你没，uncle 你没事吧？走，我先扶你上床。走。我听到你需要尿尿，我帮你吧。uncle， 你听我说，其实当天我是有苦衷的。你走。爸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啊，警觉，起来点呐！哎呀，小心点，坐好。你怎么又发脾气？走。uncle，走。我不是叫你不要来吗？你为什么还跑来刺激他？我是想在外面偷偷看他的情况，就是看他不小心跌倒，我才进去扶他的。你瞒着我偷偷跑来做什么？我想跟 uncle 解释我当年的事，我不想他一直误会我。你要解释也不是现在啊，他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，他看到你只会更生气，加重病情怎么办？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让 uncle 原谅我？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慢慢跟他讲的。总之不是现在。你又要工作，又要带儿子，现在还要来医院照顾 uncle， 我想帮你减轻负担。如果 uncle 肯原谅我，我就可以代替你来这里照顾他，你就不必那么辛苦了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跟你发脾气的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爸向来都很固执，你的事就暂时放在一边，不要再刺激他了。是我太心急了 ，sorry。哦，对了，刚才 uncle 说他在憋尿，他不可能让护士和我帮忙。你怎么现在才说啊？等一下，你是女的，他一定不会让你帮的。我去找那护士。
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脾气怎么都不改呀？死流氓还来！我刚才听他说想要跟你解释，当年他是有苦衷的。别鬼啊！如果他真的是骗子的话，他怎么敢出现在你面前呢？他来在骗思静。你回来干嘛？我是特地回来看你们的。这么多年来，你把思静带大，很不容易。我心里对你真的很感激。不用，女儿我的。当年我想带走她，是你坚持把她留在身边，你还对我说，怕她跟着我会吃苦。我知道你是舍不得她。往事不提。凯薇走了这么多年，思静也一直都没有再交过男朋友，证明了她对凯薇有多用情。就算她当年有错，现在想跟思静破镜重圆，你是不是应该成全他们，让女儿跟孙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呢？不能让他再伤思静。你不要一直想着要反对，你也要想思静的看法。如果思静还是喜欢凯薇，你一直在反对，只怕当年的历史会再重演多一次。安迪佳琪，该吃药了。东伟一直不接我电话，他会不会出事了？安哥在做工，可能没空接听。他是不是觉得我很烦，所以不肯理我了？别担心，等他看到未接来电就会打回来。安迪佳琪，该吃药了。什么药啊？我不吃。安哥说时间到，你一定要吃。不要，我等他回来才吃。你吃吧，不然他会不开心的。你也觉得东宇面对我不开心，对吗？他是不是觉得我很烦，然后不理我了？不是，我是说你不吃药他会不开心。好吧，那我吃。喂，宝贝，你怎么啦？安迪佳琪已经吃了药，现在在睡觉。你真乖。那你呢？你吃饱了没有？我下午叫外卖，跟安迪佳琪一起吃了。那好，你去休息吧。我要先去冲凉，然后复习功课。记得了，别让眼睛太累，温习一下就去休息。我知道，咪，拜拜。拜拜。
喂，雨琳，佳琪的电话怎么在你手上？佳琪呢？安迪佳琪刚才还在房间里睡觉，现在却不见了。你去厕所、厨房找找看。哦，我去找。他没有在厨房，我去外面找他。铁门开着，他应该是自己跑出去了。哦。哎 ，bro， 干嘛不上车啊？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还有几个 job， 如果你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我会跟老板解释，叫他派人来帮你。对不起 ，bro。Hello， 请问你有看到这个女生？没有。好。Hello， 小姐，刚才你没有看到这个女生？没有。你们刚才走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个女生？Hello， 对不起，打扰你一下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女生？好，谢谢你。喂。请问是苏东宇先生吗？我就是。佳琪。东宇，东宇，没事。没事。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为什么自己一个人跑出来？我一直打你的电话，你都不接啊！我怕你出事，又怕你不理我，所以我就出来想到你公司找你。啊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我要去阿毛沟，麻烦你帮我叫德士好吗？可以。小姐要帮忙。哎，小姐，你需要帮忙吗？小姐。啊，我想找我朋友，他叫苏东宇，在这一带工作的。你有没有他的地址或者是公司的名字？我只知道是冷气公司，他是维修员。这里有好几间冷气公司，我们可以带你去问问看。他们带我去问了好几间冷气公司，我也不知道你公司的名字，只知道在那里附近。我们找来找去都找不到。后来我在路上碰到了警察，他们说要帮我，就把我带回警察局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手机放在车上，我在客户家装冷气，回到车才看到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烦，不想理我了？我怎么会不理你呢？你想太多了。我不是说我会照顾你吗？你以后可以不要这样，自己一个人跑出来又没带手机，会让人担心的。只要你不嫌我烦，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话。走吧。找到就好了。对不起，咪。宝贝，你也不要太自责了。你在洗澡，你也不知道他会跑出去的。好啦，不要哭了 ，OK？ 咪，你几时回来？妈咪今晚会加班，很迟才回来。晚餐你叫外卖吧。知道了，咪。还有啊，读书别读得太累，早点睡 ，OK？OK， 咪。拜拜。拜拜。佳琪真是的，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一定把他吓坏。不必这么紧张，我又不会吃人。今晚会忙到很晚，我叫了饭盒。哦，好，多少钱？我还给你。不用，我请客。那谢谢你了。怎么样，工作还习惯吗？以前我是这里的顾客，现在是员工，刚开始还真的有点不太习惯。那现在呢？慢慢适应了。
Queenie 啊，这些过季的鞋子会怎么处理啊？送回 HQ 的货仓喽。鞋子还是新的，这么快就导入冷宫？顾客踏进店里都想看最新的商品，过季的鞋子摆在店里，对公司品牌的形象也不太好。如果重新包装再推出去呢？你有什么 idea？ 我只是突然间想到的，等我想好了再跟你分享。快吃吧。阿娇，你来干什么？找你拿钱啊！我欠了赌债，你来帮我还。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要不是你那个朋友逼我拍视频，断了我的财路，我还可能获得很多的捐款，也不至于被大耳窿逼到我走投无路。你不要怪别人，是你自己烂赌，不要脸的拿别人借你的捐款拿去赌博。阿娇，阿娇，我是你爸哎，你不救我，我会被打死的。那你忘了当初你是怎么毒打我们的吗？我们求你从来没有停过手。妈生病的时候，我求你带她去看医生，你不但不理，还让她活活的病死。你现在凭什么要我救你？阿娇，你真的见死不救啊！最好是你被大龙给抓走。阿娇，你不要再装了，不要再演戏了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危险的！开完了！哎，哎呦，叫你不要乱跑了，你不听。哎，小心！你的脚怎么会受伤啊？发生什么事？是他害的。什么我害的？你陪小七去参加庆祝活动，你为什么没有看好他？是不是因为佳琪昨天不见人去找他，差点被开除了？是我的错。我去跟他谈。千万不能让他知道。为什么？我的事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你身上怎么会有气？我昨晚做了一点事，本性难移。你又做了什么吓死人的事？杀人放火！没事吧？肌肉太湿了，所以呢油才会乱喷的。哎，我们去冲水吧。一个大男人笨手笨脚的，扎个鸡翅膀都会被烫到。没事的，会舒服一点的。我相信漫长的黑暗终究会变亮，就算没有宽阔的肩。